你穿越成威震八荒的地族族长，可当儿子被打得筋脉寸断时，你却欣喜若狂，仰天大笑。只因3个儿子无一不是炮灰舔狗，而你也在后期被男主正道大帝后一刀封喉。为了不让书中的剧情发展，在得知儿子在被男主打成残废时，你立马率领3000飞舟驶向浩然书院。浩然书院外，就在你的小儿子周柯即将生机消弭的刹那，一道低沉的声音骤然传来：浩然书院合谋残害我周族嫡系，是弃我周族无人吗？话语穿透虚空，瞬间在整个上空响彻不已。什么人？所有师生几乎同时抬头。下一无比震撼的一幕出现在眼前，只见苍穹崩裂，一道道雕梁画栋、大如山岳的战船从其中显露出来，每一艘战船之上都有数不清的人影站立，煞气升腾，宛如天兵一般。见此，顿时有人惊呼出声：周族战旗！是周族战旗！是周族来人了！不是吧？这么多艘战船，周家这是要倾巢而出了吗？不用怕他，我浩然书院也是圣地，其中强者无数，岂是单靠数量就能够压制的？对，周族这番做派，说不定就是虚张声势。众人议论之间，一道道强者身影从浩然书院升腾而起，朝着周族战船迎了上去。周族如此劳师动众，来我浩然书院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一身书生打扮的副院长赵文道负手而立，将自己半生的气息。顿时间，一道宛如虚幻的天空从他周身升腾而起，将整个书院都包裹起来。所有师生心头一松，那种压迫而来的窒息之感消失不见，被这位半圣尽数抵挡。然而，不等他话音落下，苍穹战船内便传来一声冷哼。这一道冷哼无比随意，甚至只是随口一句，可刚一浮现，就化成实质。虚空之中，赵文道刚刚缔造的天空，就在这一道平常的冷哼之中彻底瓦解。噗！赵文道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身形不受控制的朝着下方跌落下去。与此同时，一道身穿黑色绣金长袍、气场盖压万古的身影出现在战船船头，你负手而立，眸光漠然地看着赵文道，跌落下去。要装糊涂，也要拿出能装的本事，否则不过是土鸡瓦狗。赵文道强行稳住自己的身形，擦了擦嘴角鲜血，仰头看向你。周族长，此言差。周柯与白慕雪3年之约期满，如今生死擂台上决一死战，乃是3年之前就定在了规章时，周族长也知悉，又何来装糊涂一说？你闻言没有理会，而是身形缓缓从半空中飘落下来。手掌一挥，笼罩生死擂台的阵法就被蛮横摧毁，随即落在奄奄一息的周柯面前。父亲，周柯艰难地抬起手掌，似乎想要诉说自己无尽的委屈。老三，你可知错？你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孩儿知错了。周柯张了张嘴，露出悔恨的神色。你错哪儿了？我错不该答应白慕雪3年之约。周柯的话语让你心神一动，难不成自己这第三子终于在最后关头醒悟了，知道自己3年前的决定太过错误，就应该直接把他们灭族。孩儿当初就应该求父亲帮我斩杀那苏晨，这样慕雪就不会被他蛊惑，从而不喜欢我了。你无语，总算明白了原著之中的舔狗反派人设，除了让别人穿越替代之外，根本就没有能更改的可能，都特么被人打成这个德行，还在说白慕雪是被苏晨蛊惑的。尼玛，但凡这白慕雪有一丝的仁慈，就不至于看着你被人打成这个模样。啪，一甩衣袖，一巴掌打在这个舔狗男配脸上，差点把第三子打得魂归西天，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你懒得和他多言，而是转头看向到天命之子苏晨，紧接着手掌抬起，朝着不远处的苏晨便是一把抓下。轰！虚空轰鸣，大地震动，恐怖的道纹波动在周围凝聚成一道遮天蔽日的大手印。顷刻间，苏晨的脸色就彻底变了，他一眼便看出来，你对他这是动了杀心，这是要直接置他于死地了。苏晨拼命挣扎，奈何他周身元力如何沸腾，在一尊准丝毫动作。你目光冰冷地看着他，脸上没有丝毫波动。开玩笑，这个小赤佬可不是个好东西，那是整个原著之中的天命之子，金色命格的拥有者。自己要是真的慢慢培养，不就跟前身一样，终日打雁，最后被雁啄了眼吗？管你后面能够暴涨多少天命之子，先直接一巴掌拍死，到时候再想办法去击杀其他的天命之子不就行了？虚空在你这一掌之下都承受不住，开始崩裂，无数裂缝蔓延，宛如灭世一般的景象在苏晨头顶不断显现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之际，在浩然书院深处，一道文弱书生般的话语忽然传递而来：周族长，好大的威风啊！这声音不大，听起来就如同一个病弱书生一般，可就是这声音出现的刹那，虚空仿佛都狠狠震颤了一下。紧接着，无数道纹似乎从浩然书院的最深处蔓延而出，宛如扭曲的文字一出，与你的大手一下碰撞。只听一声脆响，你的掌印在这声音碰撞之下一下顿住，继而扭曲间化成洪流般的狂风，朝着周围不断扩散。狂风之下，原本必死的苏晨毫发无损，他一脸惊喜地看向浩然书院的方向。院长！随即，一道手持折扇、嘴里不住咳嗽的病弱老书生便出现在了苏晨身前。老书生对着苏晨淡淡点头，脸上带着一抹微笑。不错，这些时日修行没有落下。弟子不能帮学院抗衡刺斗大帝。苏晨一脸惭愧，三言两语之间便将所有矛头都指向自己。无妨，这等存在也不是你现在能够抗衡得了。书生抚须一笑，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周宇。周族长，浩然书院院主顾云在此，阁下未经通传便闯入我浩然书院之内，还对我书院弟子以大欺小，是不是应该给个解释？你冷冷一笑，既然你为院长，本座倒是要质问于你，
吾儿周科在浩然书院即将丧命，你可曾给我个解释？周组长原来是询问此事。白慕雪与周科3年前定下约定，3年后要为之决战，胜者将决定二者婚约走向。这件事，周组长不是早有耳闻，这还需要作何解释？闻言，你冷哼一声：“书呆子，你是不是读书读糊涂，连这种问题都需要问我？你听听你自己嘴里说的什么东西？白慕雪与周科的3年之约，现在却让一个苏晨来代替他上来，而且还要生死决斗，你是不是脑子被9天神驴踢了，才能够想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？”周组长，我都一把年纪，都要在这上面说什么污言秽语？有尸体！古云院主气得胡子直抖，差点直接动手。再说苏晨代替白慕雪与周科决斗，那是周科亲自同意的决定，这又有何不同？大大的不同！你冷喝一声：“周科在你浩然书院只是学习儒道之法，但他真正的身份乃是我周族嫡系，更是我周宇第3子。3年之约的决斗，如此重大的事情，岂是他一人能够做主的？这种时候，身为见证者的浩然书院不通知本座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敢看着周科惨死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本座纠正一下，不要把你这种老骨头和我媲美。你都半只脚踏进棺材的老东西，本座才不过700余岁，正值壮年，岂能跟你这个老登比？粗野匹夫！”古云院主被气得身躯颤抖，但却只能忍耐。那周组长如此兴师动众，志向如何？很简单，你淡淡一笑，单手一指苏晨：“此子杀我爱子，辱我弟族威严，不但其自身要剥皮抽筋，更要诛灭9族，以儆效尤。”眼神一动，又看向远处被吓得花容失色的白慕雪。还有这个贱人欺骗利用我儿，同样要诛灭9族，承受同样的刑罚。而你浩然书院包庇苏晨，助纣为虐，哪有半点儒道圣地的风范？从今日起，封山100年。这3句话一出，宛如9天惊雷一般，在众人耳畔接连炸响。什么剥皮抽筋，还要诛灭9族？我的天！这下苏晨和白慕雪麻烦大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就说这苏晨做的有点过了，对方毕竟是地族嫡系，你能说杀就杀。现在好了，整个浩然书院都要被封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众人议论纷纷，白慕雪和苏晨2人更是面色一变。你血口喷人！白慕雪也顾不得其他，跳出来指着你反驳道：“周科与我之间清清白白，所有资源丹药都是他自愿赠与，何来我利用欺骗之说？”说着，他看向奄奄一息的周科，嘴里激动地道：“周科，你说是不是你自愿赠与我的？”看着白慕雪花容失色、我见犹怜的模样，即便是自身已经快要不行，周科却依旧颤抖开口：“父亲，慕雪所言不错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”没用的废物，给本座闭嘴吧！你抬手一挥，一巴掌再度扇在周科脸上，打得对方鲜血狂喷。众人被你这狠辣的做法给吓了一跳。尼玛，对自己亲儿子都敢这么下手，是真正的狠人啊！真想不到，本座英明一世，怎么能够生出你这么个愚蠢至极的儿子？你一脸失望的收回目光，转头看向白慕雪和苏晨：“你们2个狗男女，3年之前，在吾儿与白慕雪并未立下3年之约时，就已经苟合在一起，当本座不知道吗？现在跟我在这里装清高！”此言一出，苏晨和白慕雪同时面色大变。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他们2人之间的机密，从始至终都未曾有其他人知道，甚至当初随行白慕雪的人都被他暗中杀掉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被第3个人知道？更怎么可能被周族族长当场说出？你这是污蔑！苏晨反应够快，连忙反驳起来：“周族长，你仗着自己地族身份，又空口无凭的污蔑我，于慕雪，难道这世上就没有王法了吗？”王法，哈哈哈！你跟我地族讲王法？你狂笑一声，周身气场瞬间暴涨，刹那间化身一尊称天主地的圣人。玄黄大世界，我地族就是王法。你的话语震耳欲聋，让所有人都耳膜震动，惊叫连连。见状，古云院主周身气势暴涨，准第3条气息瞬间更全。刹那间，周宇所有气势被他抵挡下来，让所有人恢复如初。周族长，你周族是为地族不假，但我浩然书院也是儒道圣地，同样也有准地坐镇，最好还是收敛一些。你平静望向古云院主，院主如此护着这个苏晨，想必应当愿意为他自证清白吧？好，既然你想要跟我讲王法，那本座便成全你一次。周族长，此言差矣。苏晨与其他弟子一样，都是我浩然书院的，书院自然不能看着他们被人诬陷。好，想要证明清白，实则容易至极。你脸上浮现一丝狞笑，只需要我亲手将2人的神魂记忆搜索一遍，再将其彻底呈现出来，自然一切都见分晓。什么？不还！苏晨和白慕雪这一下彻底慌了。院主，不可！勾魂之术一旦施展，我们2人神魂就算不消散，也要变成痴呆。他这比杀了我们还难受。白慕雪指着你颤抖开口，生怕书院院主听信你的话语。古云院主闻言，眉头微皱，剧烈咳嗽几声，方才摇头道：“周族长，这是故意刁难，还是换个办法为好？”好，让我换个办法是吧？那就需要古云院主帮忙了。能为弟子证明清白，古云自然没有疑。不知周族长所言是何种办法？简单，你露出得逞的笑容。浩然书院的镇院之宝浩然铁卷能够照人神魂，洗礼身心，不妨院主直接催动此宝，不但能够查看2人神魂的场景，更能够给予一桩机缘，岂不是妙哉？早在来之时，你便已经想好让2人原形毕露的对策，如今总算借这个老登的手，可以施展了。果然，在话音落下的同时，苏晨和白慕雪都是面色大变，难看无比。他们身为书院弟子，自然对浩然铁卷再熟悉不过。此宝催动的浩然神光能够洗礼神，让神魂快速成长壮大，乃是多少书院弟子梦寐以求的机缘。可一旦被浩然神光笼罩，神魂内的记忆画面都会被映照出来。若是有人在旁边查探，
自然能够看得一清二楚。正因如此，浩然铁卷的洗礼一直都是在单独的洞府内秘密进行。可现在被你这么一说，居然要成为显露他们丑事的手段，这如何让他们不慌？不可！不行！几乎同时间，两人的惊呼之声便先后响起。怎么不行？你们两个是质疑浩然铁卷的威能，还是惧怕自己说谎的行径被曝光？苏晨张了张嘴，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倒是白慕雪在面色几次变换之后，一咬牙便跺脚站出来。没错，是我让苏晨撒谎的。3年之前，我们的确是发生了肌肤之亲，但那是因为我不小心在秘境之中身中剧毒，他为了解毒，才与我有了这种事情。噗噗噗！远处听到这句话的周柯终于控制不住，连吐几大口鲜血，神色更是苍白如纸。无二，你脸上故作心痛的呼喊一声，身形直接出现在周柯面前。此时，周柯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白慕雪，他现在终于明白，对方早在3年之前就给自己头顶增添了一片青青草原。他死死地瞪着双眼，抬手指着白慕雪，似乎用尽自己所有力气。慕雪，我这么喜欢你，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吗？哪怕只是一些。被你几番惊吓之后的白慕雪，心态已经彻底绷不住，当即歇斯底里地大吼一声：我没喜欢过你，你就是一个只知道点头的纨绔子弟。从我见到你的那一眼，就只剩下恶心。别说一息，哪怕和你多待一个刹那，我都感觉浑身爬满了蛆虫。周柯听到，被气得再度咳血。可你答应了我们的婚约啊！那是你逼的。白慕雪像疯了一样。周族是地族，地族的压迫，我有什么资格反抗？又怎么反抗的？周柯，你真以为自己很不错吗？如果没有地族的身份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如果换成是苏晨，拥有你的这般资源，早就将你超越千百倍了。我白慕雪这辈子、下辈子，乃至生生世世，都只爱苏晨一个人。我就算是瞎了、残了，甚至是死了，也不会喜欢你。周柯吐出最后一口鲜血，身躯猛地震颤，接着便双腿一蹬，带着不甘、悔恨、遗憾、屈辱等情绪，一命呜呼了。无儿啊！哈哈哈哈！你装模作样的开始痛了。不过没有人知道，最后的笑声并非惨笑，而是开心。自己这个三儿子总算是死了，和那个苏晨一样，都是祸害。这个三儿子可是书中出了名的恋爱脑甜狗，这要是他不死，说不定还能够在关键时刻出来摆自己一道。从血缘上，自己毕竟是对方的亲爹，若是自己出手，难免在周族之中惹人非议。现在这第三子的死，给了你彻底翻脸的理由，还有什么比丧子之痛更加正当的？轰！一瞬间，你黑袍飞扬，恐怖气场在身上升腾而起，对着站在数十艘战舰之上的周族族人沉声一喝：周族听令，书院之内格杀勿论，为吾儿报仇！杀！整个周族的所有族人顿时齐齐怒吼出声，那等声响简直能够撕裂苍穹。一瞬间，所有战船便如同黑云压城一般浩荡降临，宛如洪流般的大军朝着浩然书院俯冲而来。噗！为首的周族长老一马当先，手中长刀掠过，带起大片猩红匹裂，他脸上满是畅快的狞笑。这3年多以来，因为周柯的缘故，整个周族对浩然书院可谓是忍气吞声，不但要忍受对方的傲慢，更要捐赠海量资源，常年供养书院。一切的起因不过是当初白慕雪的一句请求，他想要在浩然书院之内树立起属于自己的威望。所谓威望，说到底便是名声地位。他借用周族源源不断的资源铺垫生意，同时倾力辅佐苏晨，助他一路强势崛起，风光无限。这般周族上下尽数看在眼里，心中焦灼压抑，却只因周柯一意孤行，以自身性命相逼，迫使族群只能隐忍退让，无可奈何。曾经，周族族长格外疼爱第三子周柯，哪怕族中一众长老轮番劝说，他也始终不愿忤逆爱子的心意。时至今日，这位族长终于幡然醒悟，不再一味迁就私情，而是以族群大局为重，扛起周族的荣辱与未来。周族众人苦苦等候这一日许久，如今终于混账啊！浩然书院的古云院主望着院内一片狼藉，满目疮痍，气得目眦欲裂。好得很，你竟敢公然对浩然书院动手，老朽今日绝不会善罢甘休！轰！他脚步重重踏落，身势凌空而起，准地3重天的磅礴气息骤然威压浩荡，几乎让整片天地都为之震颤。古云单手轻划，无数璀璨的儒道古字自周身升腾，每一枚文字都镌刻着厚重的准地道语，蕴含儒道至强力量。文字微微震颤，转瞬消失在原地，再度浮现时，已然笼罩在你的身前，封锁所有退路。文字如玉，金色古字交织缠绕，化作坚固牢笼，将你牢牢禁锢其中。周族族长已然被老朽制服，尔等还不立刻停手！威严怒喝响彻苍穹，激战正酣的周族族人骤然回神，神色大变，纷纷朝着你的方向疾驰。可即便族中存有多位大圣与圣人王强者，在准地层级的绝对威压面前，依旧难以抗衡，无力破局。眼见院主轻易掌控局势，苏晨与白慕雪二人面露狂喜，心中大石落地。院主，周族众人残害书院弟子，手段残忍，万万不能放他们安然离去。白慕雪立刻开口进言：没错，院主，若是就此放任周族离开，我浩然书院千年颜面将荡然无存。苏晨紧随附和，眼底满是怨毒，恨不得将你就地惩处，为周柯之事泄愤。古云院主看向牢笼之中的你，语气淡漠：你不必徒劳挣扎，世人皆知你仅有准地1重天修为，而老朽已是准地3重天，修为差距悬殊，你绝无挣脱的可能。念你修行不易，即刻带领周族族人退去，无需安抚亡故弟子，赔付相应补偿，此事便可就此结果。呵呵，黑袍随风翻飞，你忽然低声轻笑，你笑什么？古云眉头紧锁，心生异样。我笑你太过愚昧。你目光冷冽，直视对方。世人皆知，
我修为止步准地一重天，可你准地3重天的实力同样人尽皆知。古云眸光一凝，心底的不安愈发浓烈。我既然清楚你的实力底蕴，若无十足把握，又怎会孤身前来浩然书院为我儿讨回公道？你的声音回荡在天地之间，铿锵有力。今日你浩然书院包庇苏晨与白慕雪二人，纵容他们残害我儿周柯，事实清晰，天地可见。心怀不正，纵容恶行，这般书院本就没有继续存续的必要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你刻意隐忍多年的准地9重天修为轰然爆发，恐怖的法则之力席卷四方。轰！咔嚓！一声巨响骤然炸开，禁锢周身的金色文字牢笼根本承受不住这股磅礴力量，瞬间碎裂崩塌，化作点点光点消散一空。什么？准地9重天？古云脸上的从容淡然瞬间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震惊与难以置信。新晋地族出身的周族，竟然潜藏着一尊准地9重天的至强强者，此事太过匪夷所思，颠覆所有人的认知。反观周族族人，在感受到你展露的真实修为后，瞬间群情振奋，人人面色涨红，满心自豪。原来族长多年低调隐忍，暗中闭关苦修，只为厚积薄发，一鸣准地9重天的修为远超族中寿元将近的老牌老祖，有族长坐镇，我周族必将强势崛起。从今往后，世间无人再敢轻视我周族分毫。族人欢呼之间，你抬手轻挥，9重天准地的法则之力凝聚成型，一道厚重掌印裹挟无边威势，缓缓压落而下。这一掌的力量远超古云数倍不止，磅礴的压迫感让这位浩然院主都难以承受。浩然铁卷，古云不再保留，沉声低喝，一道流光从浩然书院深处飞来，古朴铁卷悬浮半空，金色文字流转不息，散发古老厚重的威能。这是浩然书院传承至宝，初代院主曾借此冲击大帝之位，虽正道失败，却也让浩然铁卷留存一丝。古云全力催动宝物，想要借助至尊残余威能抵挡你的攻势，可你望着悬浮半空的浩然铁卷，眼中只剩轻蔑。一件残缺破损的旧物，也妄图阻挡本座。化掌为拳，一拳猛然轰鸣巨响震彻寰宇，天地道纹层层碎裂，悬浮半空的浩然铁卷剧烈震颤，发出一声沉闷，瞬间被巨力震飞。噗！强行操控地兵残剑的古云遭受剧烈反噬，气血翻涌，当场喷出一口精血，伤势骤然加重。你的实力为何会强悍至此？你冷哼一声，身形凌空俯冲而下，荒古圣体大成之力搭配准地9重天修为叠加，大地之下，万法皆弱，众生皆蝼蚁，纳命来！你不再隐藏实力，攻势凌厉，直指古云。此人是苏晨最大的靠山，唯有将其击溃，才能彻底瓦解苏晨的心境，顺势掠夺海量天命值。激烈的交锋骤然开启，肉身之力，整座浩然书院不断受损。处处残破不堪，侥幸存活的书院弟子个个噤若寒蝉，满心惶恐。高高在上威慑一方的准地3重天院主，此刻在你面前毫无还手之力，全城被死死压制，强弱差距一目了然。又是一声震天轰鸣，一座千年古楼在攻势下轰然消散，空间撕裂，乱流翻涌。你从容踏出空间乱流，单手提起气息奄奄重伤垂危的古云，立于残破的书院上空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目光呆滞，难以接受眼前的结局。院主竟然败了！苏晨浑身剧烈颤抖，刺骨的恐惧席卷全身，连准地3重天的顶尖强者都不堪一击，自己接下来必然难逃追责。一旁的白慕雪同样吓得浑身僵硬，默然不语。自与周柯定下婚约以来，他从未见过周族展露这般恐怖的实力，双方底蕴的差距远超他的想象。绝境当前，他满心慌乱，不知该如何破局自己。你随手将古云重重丢在地面，抬脚稳稳踩在他的胸膛之上，碾压之势尽显。世人皆言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丁，你重创准地古云，掠夺天命值1万，接收系统提示。你神色淡然，目光睥睨全场。还有谁想要为苏晨与白慕雪2人出头？死寂笼罩整座书院，无人敢应声。书院最强的院主已然落败受辱，沦为阶下之人。其余弟子与长老根本不敢贸然抗衡。很好，你缓缓挪开脚掌，声音冷漠传遍四方。不必怨我，一切祸端皆由2人而起。若非苏晨与白慕雪暗中勾结，算计蒙骗我儿周柯，本座不会兴师问罪。若非古云一味包庇纵容，浩然书院也不会落得破败收场。你们的同门族人更不会卷入纷争，惨遭牵连。话音落下，你指尖抬起，直指面色惨白的苏晨与白慕雪。所有灾祸的根源皆是他们2人。在你的刻意引导之下，心神崩溃、惶恐不安的浩然书院弟子纷纷调转矛头，心生怨怼，一切都怪苏晨执意与人决斗，无端挑起纷争，才害得书院覆灭。他本就是灾星祸根，无数事端皆因他而起，实在可恨。还有白慕雪，常年领取周族海量资源，不知感恩，肆意背弃婚约，行事毫无底线，指责与非议此起彼伏，汹涌的舆论压力狠狠压在2人身上。苏晨心神受创，气血翻涌，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。丁，你成功击溃苏晨心境，持续破防，掠夺天命值1万。丁，你成功击溃白慕雪心境，持续破防，掠夺天命值8000。你暗自挑眉，心中略感不满。2位天命加持之人，心境韧性远超预料，收获的天命值并未达到预期。不过你早有后手，层层施压，步步紧逼，不愁无法彻底榨干2人的天命底蕴。好好看看眼下的处境，如今的你们已是人人唾弃，无处容身。与其苟延残喘，不如前去给我儿赔罪。你缓缓抬手，准地法则缓缓涌动，杀机渐显。生死危机面前，白慕雪彻底崩溃，双腿一软，重重跪倒在地。周族长，我知错了，所有过错皆在我一人，求你放过陈哥哥。他张开双臂挡在苏晨身前，泪流满面。周柯已然逝去，逝者不可追，我愿以性命赎罪，只求你留他性命。不许！我绝不会抛下你独自求生，
要走一起走。苏晨连忙将他护在身后，语气坚定。啪啪，你轻轻鼓掌，面露戏谑的看戏之色。好一对情深意重的苦命鸳鸯，实在令人动容。本座便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。苏晨与白慕雪瞬间抬眸，眼中亮起求生的光芒。可你接下来的话语，却将二人彻底推入深渊。你们二人唯有亲手斩杀对方，存活之人便可安然离去。不行，你这是刻意离间我们。白慕雪连连摇头，我与暮雪心意相通，绝不可能互相残杀。苏晨咬牙回绝，态度决绝。是吗？你微微摇头，语气带着几分惋惜。希望片刻之后，你们依旧能坚守这份情谊。不等二人多想，你轻抬手掌，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，远方仓促裂开道道空间缝隙，两艘古朴战船缓缓驶出，破空而来，快速逼近浩然书院。战船落地，一道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。白慕雪见状，脸色瞬间惨白。爹娘，你们为何会在此地？战船前方站着的正是白慕雪的父母白山与刘婉娥。与此同时，一位身披战甲的大圣强者单膝跪地，向你躬身禀报启禀族长，白氏全族族人已尽数押送至此，少数族人执意反抗，皆已就地惩戒。知晓了。你淡淡颔首，目光落向脸色绝望的白慕雪。既然你们不愿动手相残，本座便添几分助力。此后每过10息，若是二人不肯抉择，本座便惩处一位白族族人。残酷的规则落下，白慕雪拼命摇头阻拦，却无济于事。你缓缓倒数，10息转瞬即逝。周族族人遵照指令，当场惩处白族一人。惨烈的场面让所有白族族人陷入极致的恐慌。恐惧蔓延之下，哀嚎与求饶声响成一片。白族族人相互指责，纷纷将过错归咎于白慕雪与苏晨。白山本是资质平庸之人，能坐稳白族族长之位，全靠女儿与周柯的婚约，常年获取周族资源扶持。此刻族群濒临绝境，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，转头看向白慕雪，厉声催促。刘婉娥也连声附和，逼迫女儿低头妥协，断绝与苏晨的往来，重拾与周柯的婚约。白慕雪唇齿颤抖，满心苦楚。她清楚周柯早已离世，这份婚约本就无从兑现。丁，白慕雪心神彻底崩溃，痛苦不堪，掠夺天命值2万。你放声轻笑，直言道出真相，告知白家众人，周柯早已被二人联手算计，郁结而亡。消息一出，白山夫妇与所有白族族人瞬间大惊失色，彻底明白今日祸事的严重性。你怒意迸发，下令加大惩处力度，一次性处置10位白族族人。绝望彻底笼罩整个白族，族人濒临崩溃，谩骂与诅咒尽数落在白慕雪身上。昔日的亲情与血脉羁绊，在生死面前不堪一击。刘婉娥彻底被恐惧吞噬，歇斯底里指责女儿的任性与自私，母女二人当场争执，往日的温情荡然无存。白慕雪含泪辩驳，当初执意退婚看中苏晨潜力，皆是母亲一手怂恿，如今大祸临头，却要她独自承担所有过错，挣脱不脱之罪。源源不断的天命值涌入你的囊中，收获颇丰。活命的方式向来简单。你悠然开口，继续施压，只要白慕雪出手，除掉苏晨，白家剩余族人便可安然无恙。可惜他始终不愿放下所谓的情爱，在你的刻意挑拨下，白山心性彻底动摇。为了保全族群，他心生狠戾。你顺势抛出新的抉择，逼迫白山动手，斩杀至亲，换取半数族人的生机，以此继续撕裂白家的亲情羁绊。在一众族人的逼迫与哀求之下，白山握住长剑，双手颤抖，最终为了族群存续，忍痛对相伴多年的妻子出手，温情破碎，至亲反目。白慕雪亲眼目睹，悲痛欲绝。丁，掠夺天命值1万丁，掠夺天命值5000。你适时开口夸赞，冷眼注视着这一出人性闹剧。白山自以为换取了生机，满心庆幸，你却话锋一转，再度将难题抛给白慕雪，逼迫他亲手斩杀父亲，换取苏晨的平安。接连的极致抉择，层层叠加的精神折磨，让白慕雪彻底陷入绝望。你声声质问，细数他过往的自私与冷漠，接受周柯的资源馈赠时毫不犹豫，背弃婚约时干脆利落，算计伤害他人时毫无顾忌。同时，你一针见血点破苏晨的虚伪，甜言蜜语从不付出实际，危难时刻只会冷眼旁观，从未为白慕雪与白家付出分毫。一番话语字字诛心，不断动摇白慕雪心中最后的执念。苏晨慌忙辩解，言语空洞无力，生死当前，他根本不愿以自身性命换取他人平安，懦弱与自私暴露无遗。白慕雪看在眼里，过往的深情爱意一点点被怀疑与失望取代。见二人依旧僵持，你不再耐心，下令封印白山4肢经脉，剥夺行动能力，让他沦为无法自理的废人，以此逼迫白慕雪妥协。亲眼目睹父亲惨遭折磨，白慕雪彻底崩溃，含泪拔剑，将所有怨恨与绝望尽数倾泻在苏晨身上。就在长剑即将落下的瞬间，苏晨体内的守护力量骤然爆发，硬生生将白慕雪震飞重伤，鲜血溢出。白慕雪难以置信地看着朝夕相伴的心上人，所有幻想彻底破碎。极致的背叛之下，他彻底心死，燃烧自身秘术，强行提升修为，不顾一切，阴魂发起猛攻。昔日的山盟海誓化为血海深仇，两人全力厮杀，争斗不休。苏晨修为底蕴更强，底牌众多，没过多久便将白慕雪重创，节节压制。你静静旁观二人反目厮杀，相爱相杀的画面，不断为你输送大量天命值，收获颇丰。浩然书院幸存弟子看清二人之脸，纷纷出言斥责，唾弃二人的自私与凉薄。身受重伤的古云趁着无人留意，心生逃跑之意，想要逃离这片破败之地，暗中寻找书院遗失的传承至宝，图谋东山再起。可他的一举一动皆在你的掌控之中，你瞬间闪身拦在他的前路，一脚将其再度重创，冷漠告知留他性命，只为让他亲眼见证自己倾力扶持的弟子究竟是何等不堪之人。古云神色颓然，无言辩驳。
彻底认清现实。你再度操控局势，以仅剩一口气的白山为筹码，逼迫他自了性命，用一己之死换取白慕雪与残余族人的平安。走投无路的白山别无选择，只能应允，耗尽最后修为，了结自身。白慕雪目睹至亲接连离世，彻底陷入死寂。丁，你彻底击溃白慕雪心神，掠夺天命值3万。你遵守承诺，下令释放剩余的白族幸存者。众人劫后余生，满心惶恐，连忙转身逃离，想要远离这片是非之地。就在众人即将彻底脱身之际，上空剧烈震撼，一座巍峨如山的巨型神兵缓缓凝聚，遮蔽天地，威压万丈。神山虚影迎风暴涨，体量化作1000丈之巨，裹挟毁灭般的力量，朝着仓皇逃窜的白族众人轰然坠落而下。不，轰隆！神兵砸落，所有白家族人无一例外全部陨落，神魂亦未能留存。而在这座山形神兵之上，赫然站着来自周族的一位大圣。你骗我！白慕雪看到这一幕，目眦欲裂。你难道不怕天道誓言反噬吗？反噬？我没违反，又算什么反噬？你一脸平静地道：我说了不对他们出手，可我没说不允许其他人出手啊！白慕雪彻底破防，父母与族人皆亡，自己又被情郎重创，已然陷入绝境。怎么不甘不愤还是不爽？你冷冷地看着他。你欺骗无儿时，可曾考虑过无儿的感受？你和苏晨相伴相守时，又可曾想过无儿的感受？你们有婚约在身，你背弃无儿，如今便是自食恶果。你毫不客气地讥讽。你若不与苏晨纠缠，此刻便是我周族少奶奶手握无尽资源，受全族鼎力支持。可现在你一无所有。白慕雪彻底沉默，苍白的脸庞上满是后悔，可一切都已无法挽回。良久，他闭上双眸，彻底绝望。你杀了我吧！不，本座天道誓言已发，怎会杀你？你不谢道，杀了你，反倒脏了我的手。既然你已知后悔，本座便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。你与无儿有婚约，无儿已死，你便与他配冥婚。配冥婚？不，我不要！白慕雪惊恐大叫，配冥婚于他而言比死更可怕。这可由不得你。人皇幡以大手一挥，一杆阴气森森的大幡凭空浮现，极道地兵的气息瞬间暴露。顷刻间，浩然书院被阴雾笼罩，无数阴魂低语，天地间灵气紊乱，宛如秘境失序。一道地兵，古云院主惊恐大叫：不可能，这是魔道地兵，你入魔了！瞎说！本座这是正宗人皇幡，汇聚天地人皇之气。你念头一动，人皇幡迎风招展，黑气升腾。谁家人皇幡会冒黑气？古云院主激动大吼，他一眼便认出这实则是万鬼幡，却不解你为何能将其祭炼成地兵。你不屑辩解，抬手一招，人皇幡上道纹流转，将白慕雪彻底笼罩。你以地兵道纹硬生生抽出他的阴魂，融入人皇幡中，不出几日，他的神魂便会被转化，成为人皇幡驾驭的魂灵，沦为只知执行指令的傀儡。片刻之间，白慕雪的肉身消散，只余下一堆白骨。古语有云，红粉骷髅，果然如此。你故作感叹，让幸存的浩然书院弟子皆沉默不语。他已伏法，接下来就轮到你了。你的眸光转向苏晨，让他心头一紧，下意识喊道：我不可能配冥婚的！呸！你也配！你怒骂一声，本座今日便亲手了结你，免得你再为祸世间。话音落，你准第9重天的气息尽数爆发。面对神条境的苏晨，你依旧不敢大意。你清楚，他身上藏有诸多底牌。轰隆，苍穹震颤。一道遮天蔽日的大手印朝着苏晨拍去，掌风之中蕴含无数准地道纹，威势惊人。就在大手即将落下之际，苏晨体内忽然绽放出混沌之力，一面布满道纹透着古老意蕴的补镜从他眉心飞出，释放出强大道泽，硬生生挡住了你的气息。遮天镜，你惊呼出声，你知晓，这是苏晨上一世所得的仙气，平日里沉睡，唯有危难之际才会现身护主。原著中，苏晨正是凭借他数次死里逃生，你此前未下死手，便是想让他心神失守，避免遮天镜现世，可终究还是没能阻止。原著中，你需成长到虚天境才能操控它。如今本座不信你能发挥其威能，你自语间身形不退反进。轰！这一拳力道无穷，大成圣体的威能尽显，遮天境弥漫的气息瞬间摇晃，似是难以承受。哈哈哈！果然如此，你狂笑，更加确定苏晨如今实力太低，无法主动催动遮天镜，只要持续轰击，便能撕开镜中气息，斩杀苏晨。唯有杀了他，你才能打破原本不再成为他的踏脚石。你双拳齐出，每一拳都震得虚空震颤。苏晨面色惨白，连连呼救：师尊，救我！遮天镜要抵挡不住了！就在此时，你忽然面色一变，遮天镜内传来一股强大波动，一道人形虚影浮现，转瞬化作一位容貌绝世、气质威严的绝色女子。她身着五彩绫罗仙衣，立于遮天镜上，气场凛然，宛如君临天下。大成圣体，多少年了，朕再未见过这般体质。女子红唇微动，威严的声音响彻天地。终于肯出现了吗？你凌空傲立，瞳孔微缩，她便是数千年前名震万族的红尘女帝，大地长者。当年在万族战场被强敌围攻陨落，残魂寄居于遮天镜中，随苏晨认主而苏醒，成为他的师尊。红尘女帝神色平静，对着苏晨复存遮天镜，打开离开的通道，为师替你挡住他。多谢师尊！苏晨大喜，连忙盘膝而坐，催动遮天镜。杨总，没那么容易。你低喝一声，身形一晃，便朝着遮天镜冲去，一拳砸出，大成圣体的威能尽数绽放。红尘女帝冷哼，玉手一抬，地纹气息爆发，即便只是残魂，也有着大地威能。周族族人见状惊呼，却也坚信你身为大成圣体，即便不敌，也不会受伤。你冷哼一声，身形不退反进，大成圣体的力震颤。余波之下，远处的战船被迫引入虚空。书院幸存弟子一手握剑，你越战越远，黑袍猎猎，银白发丝飞扬，而红尘女帝的眉头却越皱越紧。她低估了大成圣体的强悍，如今残魂状态，已然有些力不从心。成了，
借你浩然之心一用。危急关头，红尘女帝看向苏晨，苏晨面色一变，浩然之心是她的重要奇遇，关乎能否融合浩然铁卷，她不由得有些迟疑。再迟疑，你我都无法脱身。为师帮你融合浩然铁卷，又以对敌。红尘女帝急切提醒，苏晨一咬牙，吐出一口精血，胸口绽放金光，立刻犹如到聚而成的浩然之心。傲然之心怎么会在他手中？古云院主惊呼，此刻他才明白，苏晨并非天赋出众，而是窃取了书院的地兵之灵，心中满是愤恨。红尘女帝将浩然之心牵引，古云小世界内的浩然之心不受控制飞出，落入他手中。他双手一按，将两者彻底融合，一股真正的地兵气息瞬间。无数璀璨的金色如道文字从浩然铁卷上绽放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真言响彻天地，威能较之前强盛数倍，这才是浩然铁卷作为地兵的真正威力。去，红尘化作洪流，朝着你冲击而去，每一个文字都蕴含大地道文，威力无穷。身形暴涨千百丈，法天象地之姿尽显，周身散发着荒古气息。什么狗屁地兵，给我开！你双拳如雨，每一拳都似灭世大星坠落，硬生生抵挡着金色洪流。周族族人远远观战，无不激动赞叹，感慨大成圣体的强悍。红尘女帝面色越发难看，她深知若不从你全阵尚可镇压你，可如今残魂在身，已然难以抗衡。片刻后，你一拳砸碎所有金光，重重砸在浩然铁卷之上，铁卷震颤。红尘女帝的神魂也变得越发暗淡。晨儿，你好了没有？为师快要支撑不住了。红尘女帝急忙传音，恰在此时，遮天镜绽放混沌光芒，一道光束构筑出一个黑洞，这是传送通道。苏晨修为有限，只能支撑10息时间。好了，师尊，快，只剩10息了。苏晨呼喊着，率先冲入黑洞。红尘女帝大喜，身形朝着黑洞掠去。可他刚一动身，你一拳便将浩然铁卷砸飞。紧接着，你大手一招，人皇幡爆发无穷威能，你早有准备，将这几道地兵留作后手，就是为了阻止他逃离。阴云遮天，无数阴魂涌出，瞬间将苏晨惊恐大叫，红尘女帝连忙出手，烟雾缠绕他的衣服。苏晨趁机冲入黑洞深处，转头呼喊师尊，只剩5息了。用不了5息，本座2息之内便为吾儿报仇。你狂笑，单手掐诀，人皇幡中飞出无数法则锁链，瞬间抵达黑洞边缘，朝着苏晨。苏晨面对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决断，他竟要操控遮天镜，提前关闭传送通道。晨儿，你要干什么？红尘女帝惊呼，苏晨动作一顿，迟疑间又耽误一息，锁链已然近在咫尺。苏晨不再犹豫，手印落下，遮天镜绽放光芒，将他彻底包裹。黑洞与遮天镜一同消失在虚空之中，只留下红尘女帝一人站在原地，满脸难以置信。他倾心教导的爱子，竟为了活命将他抛弃，趁着他失足收入人皇幡中。苍穹恢复清明，除了逃窜的苏晨，所有敌人皆已伏诛，只剩半死不活的古云院主。古云，本座给你一个机会，交出一缕神魂，放入人皇幡，立下天道誓言，永生永世效忠本座。本座便放你一条生路，让你继续执掌浩然书院。你开口说道，你清楚，古云后期会与苏晨留下他，既能增添一位准帝助力，也能在未来给苏晨制造麻烦，更能借助他修行浩然之气的天赋，催动浩然铁卷。古云喜出望外，连忙叩首，立下天道誓言。天道惊雷响起，誓言生效。你抬手将浩然执掌书院，全力寻找苏晨的踪迹，杀儿之仇，不共戴天。谨遵主人之命。古云连忙应下，你大手一挥，周族族人登上战船，准备返回族地。战船之上，有族人建议请族老占卜苏晨的踪迹，你淡淡摇头，遮天镜能蒙蔽天机，占卜无用。如今我已打破他的命运，只要压制住遮天镜，下次定能将他彻底解决。思索片刻，你问到白族上下是否清除干净，回族长，白族族地已搜遍，无一遗漏。好，那就轮到苏家了。你点头，派人前往苏族，将所有剩余族人全部带回。原地中苏晨还有姐姐和族中老祖，他们可作为未来要挟苏晨的筹码。族人领命离去，船舱内只剩你一人。你念头一动，打开系统面板，速读你境界准地9重天命。反派支付黑色，唯一天命值132万。看着100万天命值，你心中思索，最终决定选择超级 VIP 10连抽你身居自己之力9家，唯有以量取胜。丁，抽奖完毕，恭喜你获得奖励9天养魂丹1瓶。丁，抽奖完毕，恭喜你获得奖励阴阳颠倒神交撞魂金。丁，抽奖完毕，恭喜你获得奖励6子真言秘术。连忙查看奖励9天养魂丹是准地级丹药，能滋养神魂，极为罕见。阴阳颠倒神交撞魂经是大地功法，专修神魂，需阴阳神魂交融修炼，能相互提升，还可在对方神魂中留下6字真言是佛门顶级秘术，完整传承，威能极强，可与大地抗衡。你念头一动，将奖励尽数领取，6字真言烙印在神魂深处，地精也瞬间融汇滚滚，手中多了1瓶9天养魂丹，周身疲惫一丝不顾，你眸光闪烁，心中有了计较。红尘女帝被困在人皇幡中，难以彻底炼化，但有了地精和养魂丹，你便能将它收服。你在战船密室内启动阵法，盘膝而坐，取出人皇幡，神魂离体，进入幡内。人皇幡内阴雾弥漫，宛如秘境。你作为幡内地道文化赋予神魂周全，你还敢进来？找死！红尘女帝的怒斥响起，一指点向你的后背，大地残魂之力爆发，
可余波散去，你却毫发无损。本座敢进来，自然不怕你的偷袭。你轻蔑一笑，你逃不出去，只要被困在这里，便永远受我掌控。还要多谢你的好徒弟苏晨，若不是他抛弃你，你也不会落入这般境地。红尘女帝语塞，想到苏晨的背叛，心中满是刺痛。你趁机上前，循循善诱。本座不会像苏晨那般虚伪，只要你追随本座，本座便帮你修复神魂，凝聚肉身，助你重归巅峰，甚至帮你向当年的仇人复仇。无耻！区区准帝也敢妄图让本帝追随？毫不畏惧，张头吐出六字真言，暗门发捏。刹那间，人黄幡内浮现无数大佛虚，禅唱之声响彻，金色文字交织成万。六字真言擅长镇压神魂，洗礼心灵。红尘女帝瞬间失神，无法反抗他万万没想到，失传的六字真言竟让颠倒神雕撞魂经，神魂之力笼罩两人。一个时辰后，修炼结束，你的神魂大幅提升，神魂中留下了控制之力。红尘女帝眼中满是复杂，既有愤恨，也有一丝。神魂在修炼中恢复了些许，你不在意他的神色，捏起一枚9天养魂丹，送入他口中。本座言出必行，既然答应帮你修复神魂，便不会食言。说完，你神魂离体，返回本体。你缓缓睁开双眸，心中满是笑意，神魂提升，又有望收服一位女帝，未来对付苏晨的把握更大。大地之禁区，肉身与神魂双重升华，神魂的强大能让你更快领悟大道，晋升大地的概率也大。开练，周族战船抵达族地上空，缓缓停泊。刚踏出战船，一位大圣躬身走来，启禀族主，苏晨族地已派人前往。所有族人都已带回，请问是否需要审问？好，眸光一闪，把他们带到大殿之中，我亲自审问。原著之中，只知道对方是个倾国倾城的绝色，除此之外便没有太多介绍。但在你眼中，只要对方是苏晨的至亲，日后说不定就能够派上用场。不多时，大殿门口便不送一名。与此同时，族中大圣的声音也响彻耳机里。苏霓裳带走，退下吧。淡淡点头，接着抬手一抓，一股伟力战法朝着苏霓裳凌空抓去。苏霓裳惊呼一声，便被你一掌打倒。你眸光打量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好个绝色美，一张精致绝伦的鹅蛋脸上，五官挺秀，黛眉含光，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天然的温和气质，先天纯阴之体。你心头一喜，没想到对方竟是特殊体质，若是配合对应功法，修行起来能事半功倍。只可惜他在原著之中只是个配角中的配角，被主角苏晨的光芒所掩盖。被你进。苏霓裳美眸含泪，满脸恨恨地看着你，你为什么要抓我？他一直在族地之中，还不知道父母已经身陨的消息。抓你淡漠地看了他一眼，因为你的亲弟弟苏晨杀了吾儿。苏霓裳面色大变，笑脸之上是震惊。他杀了你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缓缓告知苏霓裳真相。他不止杀了我儿子，还杀了白慕雪。这怎么可能？慕雪可是他的。苏霓裳身躯颤抖，显然无法接受。因为白慕雪杀了他的父母。哦，对了，也是你的父母。说什么？我爹娘他们死了。苏霓裳顿时控制不住，泪珠不断流淌。他总算明白，为何之前给爹娘传信没有回复，嘴里喃喃自语，怎么会这样？爹娘说要去浩然书院看他。这一切都是你亲弟所作所为导致的。添油加醋的诉说苏晨与白慕雪的过往，以及他对红尘女帝的背叛，从根本上摧毁他的心境，方便后续计划。你现在告诉我你弟弟的下落，我就可以放过你。你感觉时机差不多，直接询问。我不知道。苏霓裳连连摇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上一次见到尘埃还是在1年前。真的不知道吗？你盯着他，那至少在我找到他之前，你要替他偿还利息。怎么偿还？苏霓裳已然被你带入节奏，加之你身上散发的恐怖威能，顿时慌乱起来。只要你能放过弟弟，我可以偿还。求求你放过他！看着跪在面前的他，伸手捏住他的下巴，微微抬起。那就由你来偿还吧。你弟弟杀了吾儿，唯有你帮我弥补这份损失，才能平息我的怒火。苏霓裳猛然一惊，刚想拒绝，却被你抬手禁止。你脑海之中念头。这门地精技能拉着神魂修行，在肉身之中也可运用。片刻后，你停下动作，将种子根植在苏霓裳的神魂之中，以此潜移默化影响他。苏霓裳瘫在地上，神色恍惚，地面之上一片醒目的嫣红蔓延开。你记住，你的今天都是苏晨一手造成的。你若要恨，就恨他，没有他，你的爹娘族人都不会有事。苏霓裳坐在地上，晨儿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毁了我，毁了苏族。你微微点头，这般效果，假以时日，定能将他彻底整。你回忆一下，苏晨和你交流时，有没有透露过想去哪里，或者要寻找什么机缘？你问道。苏晨有遮天境无法定义，只能靠蛛丝马迹寻找。苏霓裳略微回忆，摇头道：“他一直忙于修炼，说话机会很少，只是曾经提到过需要云塔之类的东西，可以提高修行。追云辉月塔，你统统一说，脱口而出，对，就是追云辉月塔。”苏霓裳点头，你大笑道：“追云辉月塔乃是玄黄大世界追云府镇府之宝，虽是至尊器，却有着汇集虚空月法淬炼元力的效果。追云府也因此成为圣地般的存在。想要使用此塔，需加入追云府并立下功法。苏晨若想快速提升修为，定然会前往追云府，先入府君，再徐徐图之。念及此，你记上心头，将他培养成一可以为此，看苏晨如何抵挡。来人，给他安排一间偏殿休息，没本座命令，不得踏出半步。”他应高头，两个眼将苏霓裳带走，容嬷嬷，虚空泛起涟漪，一道面容苍老的麻衣老妪显现，躬身一拜。
好好调教苏霓裳，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助力，日后给苏晨致命一击。是，族长放心，包在老奴身上。容嬷再度踏入虚空消失。族长，门外二公子。你印象深刻。原著中，他在追云府与苏晨争夺秘宝，2次交锋，最终被苏晨斩杀。他年纪40余岁，踏入天宫境，性格嚣张跋扈，不听劝阻，早早出山，成为苏晨的经验宝。如今他前来，你顿时有主意，让他进来。多时，一身乌金甲胄、气宇轩昂的周峰踏入大殿，跪倒一拜，周峰叩见父亲。风儿，你来找为父何事？父亲，风儿听说三弟被人所害，周峰满脸怒容。孩儿想知道是谁敢暗害弟有子嗣，孩儿要将他碎尸万段。故作心痛道：“还不是苏晨暗中抢夺你弟弟的未婚妻，还与他决斗，将其打死。为父赶到时已然来不及。可恶！父亲，苏晨在哪？孩儿现在就去杀了他。”周峰怒不可遏，起身就要离开。站住！为父已覆灭苏族和白族，为你三弟报仇。但苏晨身怀秘宝，能穿梭虚空，已朝着追云府逃窜而去。追云府？周峰眼睛一瞪：“好，孩儿这就前去，将他挫骨扬灰。”那你面色阴沉。追云府岂容你随意指使？苏晨隐姓埋名，你未必能找到他。况且他气运深厚，你虽为天宫境，未必是他对手。为父不想再失去第2个儿子，你且回去修行，踏入半圣再去找他。周峰不情不愿的点头，还是不敢滚回去修炼。周峰躬身告退，刚出大殿便满脸不忿：“区神桥境，我单手便可镇杀。父亲真是杞人忧天。不如偷偷前往追云府，杀了苏晨，父亲定然会赞赏我。”念及此，他身形一闪，朝着追云府方向跃去。大殿之中，你收回神念，微微点头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你要借周峰引出苏晨，只是忽然想起原著中追云府的女配云溪月，追云府府主是苏晨的死忠，曾多次相助苏晨，甚至为他私奔。这般人设极易节外生枝。你打定主意，日后定要先除之。你起身前往天殿，加快苏霓裳的修行进度。唯有反复运转阴阳颠倒神交壮魂经，才能壮大他神魂中的让他成为红尘女帝已需抓紧。或许日后能成为帝子，距离浩然书院10数万里之外，一道面色五红宛如农家汉子的身影站在山头跳舞。前面就是追云府了，应该没人知道我苏晨在此。是借助遮天镜改换形貌的苏晨，看着近在眼前的追云府，苏晨脸上露出笑容，随即又变得阴狠。周瑜，你给我等着！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我终有一日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他已然明白，当初是你故意引导他与白慕雪反目，爹娘的死也与你脱不了干系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可他如今实力不足，只能隐忍，待他入府，定要碾压于你。发泄完毕，苏晨身形一动，朝着追云府赶去。与此同时，伪装后的周峰也化成一父亲，等着孩儿的好消息，区苏晨，我必能镇杀。族族地深处，你睁开双眸，看向周峰离去的方向，轻声道：“希望你能尽快引出苏晨。”追云府征兵处，变换形体的苏晨正排队。征兵最低要求是血肉近5体，还要统领苏晨深谙扮猪吃虎之道，用遮天将修为压制在血肉无。神桥境9重天的生面孔太过扎眼，极易被怀疑是奸细，唯有隐藏实力，才能稳妥进入追云府。排队3日，苏晨眼看就要轮到自己，身旁却突然传来一道霸道声音，后面眉头一皱，偏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材壮硕、满脸络腮胡的中年大汉站在身旁，周身散发着血肉境9品的气息，要抬就自己。别碍事！苏晨怒哼一声，大汉眉头一挑，大手一张便朝苏晨抓去。苏晨心中不屑，区血肉9品也敢放肆，正想发力将其推开，却发现对方纹丝不动。他接连加力，直至爆发全部肉身气力，大汉依旧稳如泰山，这让苏晨彻底震惊，对方定然也隐藏了实力。周围众人纷纷失笑，大汉发力将苏晨掀飞出去，没人为他抱不平，反倒响起阵阵喝彩。苏晨落地后，眼中满是后悔，大汉记在心里，暗中发誓日后定要报仇。这大汉正是周峰，他嫌排队麻烦，随便成一人插队，莫名觉得苏晨十分厌恶，便将其作为目标。他低声自语：“稳坐在周族少爷，跟我比例，简直找死！”若非不能暴露修为，刚才便要染疫。轮到周峰登记，他报出化名之中，谎称自己是大荒流民，接过炮台进入测试室，刚找地方坐，便看到苏晨也在，两人目光相对。我要为10族，人数够了，过来测试。负责测试的兵丁高声道：“第一关测力，举起的力量越大，分配的兵丁越大，按号牌顺序依次举起，大多数举起5000斤10所，突出者可达8000斤。”轮到周峰一组，他恰好与苏晨同组，挑衅的看了苏晨一眼，大步走到5万斤10所。抬脚一勾，便将10所托起，神色轻松，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惊叹。不等惊叹声消散，苏晨便站在10万斤10所前，抬手一抓，将10所举过头顶，神色淡然。负责登记的兵丁连连赞叹。苏晨心中得意，这已是他当前肉身极限，足以震慑全场。可他刚离开测试场，周峰便走到10万斤10所前，轻轻将其举起，随即又走到20万斤10所前，单手将其托起，淡淡道：“区10万斤，不足挂齿。”周围惊叹声更多，苏晨气得脸色发白，他实在不解，周峰为何敢如此仗义，就不怕被人怀疑？就在此时，一道破风声响起，一名强大的神条境强者冷声询问谁举起了20万斤10所。苏晨心中苦笑，等着看周峰被盘问，可周峰却直接上前承认是以血肉9品，怎会有如此之人？如实道来，是不是奸细？神条境强者周身气息爆发，厉声喝问。周峰面色微变，任由那强者
周峰体内升起，悬浮在半空。看清血珠后，强者忽然大笑起来，蛮龙血脉，怪不得，好好努力，你在追云府前途无量。说罢，便身形。没想到周峰竟有蛮龙血脉作为掩护，轻易便化解了危机。接下来，周峰。即便苏晨的成绩也远超他人，却始终被周峰压制。最后的神问的考验，两人都轻松通过，顺利过关。丰州兄弟，上面有令，你破格提拔为百夫长，可挑选100名新入伍军士供你驱使。周峰接过令牌，目光扫过众人，直接指向苏晨，以后跟着他就是要将苏晨留在身边，好找机会除掉他。苏晨心中清楚周峰的用意，却碍于当前处境，只能忍气吞声，点头应下。此后几年，周峰作为百夫长，时常找借口刁难苏晨，让他在队伍中备受孤立。周峰知道，想要彻底除掉苏晨，还需等待合适的机会。不到半年，机会便来。这次我们队分散探索秘境深处，两人一组，按我安排的方位行动。周峰全身安排，待众人分好组织，剩下苏晨一人，全速以实力出色，单独探索。苏晨面色一变，他们都是2人一组，为何我单独行动？什么？你不服？周峰冷哼一声，本座尚且单独行动，你有何资格反驳？其他兵卒也纷纷帮腔诋毁苏晨。苏晨眼中闪过一丝阴冷，最终只能点头应下，心中打定主意，单独行动时便提升修为，日后定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苏晨按照指示前往秘境深处，这片新发现的秘境，需兵卒先探索清楚危险域，再上报给府主嫡系子弟历练。看着苏晨远去的方向，周峰嘴角露出冷笑句：“等我处理完琐事，便去取你性命。”万万没有想到，身为气运之子的苏晨，刚离开不久便遭遇了奇遇。秘境深处的寒潭旁，一条白色的银蓝色字盯着眼前，周身散发着神条正气。刻到灭头，本宫主要的只能化龙劫。燃烧生机，强行境界，女子连忙后退，想要带着子木化龙珠，却被拒绝。陷入绝境，不尽死，苏晨恰好当即爆发修为，重创血口，将女子救起来，带着她迅速离开了原地。就在他们消失不久，周峰的身影便出现在寒潭旁，看着地上的巨蟒尸体，他眉头一皱，低声道：“逃了。”另一边，女子一声痛哭，喷出一口淤血。苏晨关切地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感觉如何？”“多谢公子，我好多了。”女子看向苏晨，脸颊带着一丝羞愧，轻声询问：“承蒙公子救命之恩，还未请教名讳。”在下陈素。苏晨微笑着回应：“不知姑娘芳名？”“云溪，公子叫我云儿便可。”“云溪，云溪，我记得追云府府主的千金公主，似乎就叫云溪月。”苏晨心头一震，纵然这个他早在来到追云府之前，便已经如雷贯耳。云溪月，月华神体，年纪轻轻便踏入神桥境的天之娇女，更是府主云兰的独女。传言云兰征战一生，踏入准帝境界后才怕一死，对其宠爱有加。苏晨方才出手，只是被对方容颜吸引，未曾想其身份如此，心头顿时活络起来，想到了一个能在追云府快速站稳脚跟的机会。接下来几年，苏晨寸步不离陪伴云溪月，照料的无微不至。云溪月自小被保护的最好，从未与男子亲近。苏晨的相救与陪伴，让他短短几日便彻底倾心。眼看秘境任务将近，苏晨适时提出辞别，谎称自己是追云军兵丁，因怕修为引人猜忌才刻意隐瞒。云溪月不愿他受委屈，执意要带他离开秘密，还主动提及自己隐瞒的身份。苏晨故作惊讶后表示理解，顺势答应跟随他，成功获得了云溪月的全然信任。另一边，周峰在秘境中遍寻苏晨无果，以为他惧怕自己而逃跑，却不知苏晨已随云溪月离去，心中对苏晨的暗自发誓要报复。回到追云府，云溪月的生母追云夫人一尊看出苏晨隐瞒修为，担忧女儿吃亏，便劝说云溪月提防。可深陷清心的云溪月根本不听，执意要带苏晨进入追云辉月塔修炼，还恳求母亲应允两人的婚事。追云夫人无奈，只得提出条件：半年后云兰从星空战场归来，举办比武招亲，唯有苏晨在招亲中夺魁，才能应允婚事。云溪月信心满满，坚信苏晨必定能胜。时间一晃半载，周家族地小事件，一名大圣躬身向一称二少爷周峰已在追云府升至天教之位，未遇任何仇敌。心中疑惑，苏晨隐匿得如此之深。就在大圣即将退下时，追云府将举办比武招亲，为公主云溪月遴选父母。时间就在半年之后，你猛然坐直身体，气场骤然，瞬间猜到云溪月急着招亲，定然是为了苏晨出面。没人能让这位娇贵公主如此。哼，苏晨，这一次本座看你能往哪儿跑！医生冷，随即传唤苏霓裳。苏霓裳早已被你调教的人空之子，听闻能见到亲弟苏晨，满脸惊喜，主动请缨帮你讨回公道。看着他，心中已有计划，半年后的比武招亲，苏晨必定会露面，届时便是擒杀他的最佳时机，以及会完全驯服红尘女帝的神。却也不急于一时，眼下最重要的是等着苏晨自投罗网。追云辉月塔外，云溪月正焦急等候苏晨，见他出来，立刻迎了上去，惊叹于他半年内便快要冲天宫的事。苏晨笑着归功于云溪月的帮助，心中却另有盘算。他在辉月塔下发现了一处惊人机遇，只需半年时间，便能达成夙愿。届时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半年转瞬即逝，追云府主城张灯结彩，999尊异兽号召响应，比武招亲正式开启。此次招亲不限修为，只需年龄不超过300岁，身处追云府皆可参与，共分3场混战，取前10晋级与凶兽对决拼，最终捉对厮杀决出魁首。消息传开，众多强者成为混战与兽国2场。
苏晨与化名丰州的周峰皆游刃有余，轻松晋级。两人目光交汇时，锋芒毕露，敌意尽显。苏晨早已没了往日的忌惮，而周峰则满心怨毒，暗下决心要好好折磨苏晨，夺回他心中属于自己的云溪月。经过2轮淘汰，最终只剩下不到50位强者，比试进入白热化阶段。苏晨与周峰各自轻松击败对手，成功站上最终对决的擂台。谁能胜出，谁便是驸马。你能走到这一步，倒是有些意外。周峰语气不屑：陈素，今日就让你知道，垃圾永远是垃圾，即便攀附凤凰，也改变不了本质。苏晨抖了抖手中长剑，淡然回击：若是被垃圾顶来，你岂不是更无用？话音未落，周峰单手一抓，漆黑大枪凭空浮现，原力奔腾间，一道惊天枪芒直刺苏晨，虚空被划出一道裂缝。苏晨神色从容，原力灌注长剑，无数月华凭空凝聚，化作月刃与枪芒碰撞。追云夫人见苏晨施展的是云家不传之秘月华列之剑法，面露不满。云溪月却毫不在意，坚信苏晨会获胜。周峰见状，冷哼一声，枪影如浪涛袭人。月华惊天四起，气息骤然爆发，直接踏入天宫境3重天，真龙盘绕的天宫虚影在其头顶散，恐怖气场席卷全场，围观者无不震惊。云溪月面色大变，担忧苏晨不是对手，想要阻止比试，却被追云夫人以大圣气息禁止。擂台之上，周峰手就在一道强大气息从烟尘中爆发，苏晨黑发飞扬，恢复了原本的容貌，周身谢谢你，帮我踏出最后一步。我学着先3重天的修为，在出入天宫境的苏晨面前也毫无还手之力。烟尘散去，周峰伤势惨重，倒在擂台之下，无法起身。银案，素歌的银案，云溪月立刻冲到苏晨身边，满心欢喜。追云夫人也暗自惊叹苏晨的剑道天赋。裁判随即朗声宣布比试，陈素胜。本次比武招亲，最终获胜者为陈素。待完婚之后，便是追云府驸马。全场欢呼雷动，苏晨脸上刚绽放出笑容。追云府上空的虚空，一道大炮又虚空崩裂处，一艘艘千丈古老战船飞掠而出，旌旗招展，印着古老厚重的舟字，密密麻麻汇聚成战船海洋，气势骇人。围观者纷纷惊呼，认出这是不久前覆灭浩然书院的舟族势力，疑惑起追云。苏晨脸色骤变，心中暗惊自己已然逃到此。你怎会找到这里？悄悄推着没遮天镜，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。追云夫人也闭嘴。苏生质问周族族长如此蛮横讨论追云，莫非真以为话音刚落，4尊圣人王气息7根大圣气息同时爆发，众强者齐齐现身半空，展现出追云府身后实力，以副手立于战团之上，神色淡然。本座今日来此只有2件事，第一件便是追捕此辽，抬手直指苏晨，此辽名苏晨，杀我爱子，辱我周族尊严，罪该万死。全场哗然，众人这才知晓，这位新晋驸马竟是周族追捕的罪人。追云夫人脸红，瞬间明白自己险些招揽了一个惹祸精，当即表态：周族长放心，我追云府不会插手你与他的恩怨，你要动手便请便。可云溪月却执意维护苏晨，怒斥你污蔑，还转头对苏晨保证定会护他周全。你哈哈大笑，嘲讽道：小娃娃，你可知你喜爱的情郎亲手杀了自己的挚爱，抛弃了师尊与学府，这般刚大，就不怕他日后也抛弃？血口喷人！苏晨急声辩解，生怕云溪月动摇。你早有准备，抬手一挥，对白木雪出手片，任谁都将苏晨视作心狠手辣之徒。苏晨气急攻心，一口逆血喷涌而出，围观者见纷纷。让苏晨意外的是，云溪月非但没有动摇，反而堵住他的嘴，坚定地表示相信他，还怒对你阴谋临近。你沉默一时，心中暗叹云溪月的主意，冷声道：既然你执意考虑，那就一起去死。话音未落，你便出手，准第9重天的气息升起，道文飘之城一只虚幻大月抓取，追云夫人却根本无法撼动。一老祖见状，深知云溪月不能有事，当即知道这只是暂时，依旧暗中催动遮天镜，目光望向辉月塔下方，盘算着启动后手跑路。你随意一掌击碎余波，看向2尊准帝正神。追云府是要与本座开战，其中1尊准帝连忙抱拳，云溪月是族主唯一子嗣，恳请周族长看在追云府的面子上放他一条生路。老朽即刻将他带回管教。追云夫人也连忙上前，想要将云溪月带离，却被你一道元力击碎修为。追云府的面子还没大到能让本座让步。你语气冰冷，我儿周峰在你们这里身受重伤，你们为何不看在本座的面子上出手相助？全场静默，追云府众人更是面色你单手一道稳住他的伤势。周峰挣扎着跪到你面前跪。周峰，拜见父亲。众人这才知晓，化名丰州的周峰竟是你儿子。
追云夫人急忙辩解，称不知周峰的身份，否则才会多加照料。你嗤笑一声，认为这只是借口。正要动手教训追云，多龙骤然从苏晨身上瞬间起，你猛然偏头，只见苏晨身后浮现一尊古老的古壁，镜子下大门。苏晨这一次这么早就将遮天门打开，而且看其架势要直接逃走。其实苏晨原本也不想这样，他本以为自己靠着追云府大术能够抵挡这一次的危机，可当周峰的身份被识破之后，他就知道你这一次绝对不是。浩然书院就差点被误。很显然，这一次周峰的出现让他十分确定，你不会放过追云，更不会放过自己。苏晨心中很是无语，怎么每次自己击败的都是你？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推动了遮天镜，而且一面还是推动。快便将遮天门显化。月儿，跟我走吧。苏晨毫不犹豫地拉着云溪，准备溜之大吉。云溪月一听苏晨要带上自己，顿时脸上浮现无比纯净的神色，毫不犹豫地跟着对方就要踏入遮天门之中。可就在此时，苍穹之上一道冷笑之声响起：“那是你的声音，真以为本座没有一点防备吗？”话音响彻的刹那，你抬手一招，招展。与此同时，无数阴云升腾，将整个追云府都彻底笼罩下来。一条条铭刻着恶鬼印记的锁链从其中升腾，一闪便没入虚空之中。等到苏晨感受到不对劲时，赫然看到无数锁链从虚空之中浮现，一下将遮天镜。遮天镜之上光芒闪烁，下方的遮天门也开始不稳起来。苏晨若是贸然踏入，一旦遮天门崩溃，传送就可能中断，他自己更是要被丢进虚空乱流。以他目前的实力，根本无法在虚空乱流中生存。你怎么可能干扰我的遮天镜？苏晨满脸不可思议，这可是仙器，即便威能受损，也绝非普通极道地冰能拦得住。你那破镜子，我能干扰有什么稀奇的？你看到遮天镜被影响，脸上绽放出畅快的笑容。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干扰你的遮天镜呢。苏晨一头雾水。就在此时，一道他无比熟悉的声音从人皇幡中传来：“你这个还不束手就擒！”只见人皇幡身影显现而出，正是苏晨的师尊红尘女帝。师尊！苏晨惊呼。红尘女帝凌空傲立，看向他的目光满是寒意。闭嘴！你不配叫我师尊。今日本帝给你准备的这一道大餐，你好好享用吧。苏晨彻底懵了，没想到自己的师尊居然会和你联手对付他。你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原来你虽未能让红尘女帝彻底臣服，但她被苏晨所坑，恨意极深。再加上你用9天养魂丹帮她恢复神魂，她便答应出手相助。更意外的是，红尘女帝身为顶级炼器，让阴魂锁链克制遮天镜，使你无需等人评判，便可压制遮天镜。想明白这一切的苏晨，当即气血翻涌，心神俱震。丁，你让苏晨道心破防，掠夺天命值5万丁；你让苏晨道心接连破防，掠夺天命值6万。苏晨此刻终于明白什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可事已至此，他只能想办法破局。师尊，你居然帮助他害我，那你这个师尊我不要也罢。苏晨念头一动，头顶浮现仙宫虚影，竟将遮天镜包裹在中心。嗡的一声，遮天镜被击破，射出一道仙光笼罩苏晨，形成混沌护盾遮天盾。遮天盾，你居然能够催动遮天盾！红尘女帝惊呼，她对你传音，这是遮天镜的威能之一，本需圣人王境界才能催动。苏晨定是突破天宫境时，将仙宫虚影与遮天镜才提前激活了这一威能，只是他实力有限，无法持续太久，还不是你们逼的。苏晨心口一边全力沟通遮天镜，对抗阴魂锁链的人，只求在这里逃离此地。你暗自感慨，不愧是气运之子，即便知晓剧情，依旧能有这般变数。好在你还有后手。你脸上带着冷笑，抬手一招出来吧。一道曼妙身影从战船深处飞过，双手把锁链一端交到你手中。苏晨浑身一震，看清对方脸庞时，瞳孔骤缩，惊呼出声：“姐姐！”那身影竟是他的亲姐姐苏霓裳。他本以为早已让苏霓裳躲藏起来，却没想到对方落入你手中，还这般模样。苏霓裳看到苏晨，娇躯一颤，而你眉头一挑，抬手将他扯到跟前，语气冰冷：“看到你弟弟，很激动。”苏晨目眦欲裂，却碍于遮天盾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。你脑海中接连响起系统提示，天命值疯狂飙升。你嘴角露出笑容，随即看向追云府的2位准帝。你们追云府若不想血流成河，就把此资本座便将你们尽数。2位准帝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催动至尊器追云辉月塔，塔身迎风暴涨，朝着遮天盾。遮天盾剧烈震动，却勉强挡住了攻击。苏晨面色一变，只想长期消耗下去，遮天盾迟早会破。他下意识看向云溪月，不等他开口，云溪月便对着追云夫人质问娘：“你要看着他们杀我吗？爹爹回来，绝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追云夫人又急又气，劝他赶紧脱离苏晨，可云溪月却执意不肯，甚至主动踏出遮天盾，想要护住苏晨。追云夫人见状，当即爆发大圣气息，想要将他击碎了他的手掌。云溪月被瞬间掳到你的战船船头，你捏着云溪月的脖颈，语气淡漠，真以为干扰本座大事能轻易杀你？云溪月满脸恐惧，追云夫人急忙哀求，声称其夫君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却冷笑不语，手掌微微用力，准地道纹即将爆发。就在此时，云溪月胸前的玉佩骤然飞舞，一股准地7重天的气息爆发，道纹席卷而出，却未能对你造成丝毫损伤。追云夫人满是震惊，而你刚要再次出手，却忽然感应到身体，转头看向
虚空被撕裂，一道回云身影踏出，正是追云府府主准第7重天的云岚。他本需半日才能赶回，却感应到追云府危机和玉佩破碎，强行撕裂虚空赶来，恰好看到你要对云溪月动手。周宇，你敢动老夫的女儿，老夫拼尽一切也要将你推入绝境。云岚怒喝，一步来到追云夫人身旁，放言要与你鱼死网破。你嗤笑一声，两败俱伤，凭你！嘿！话音未落，一掌中道纹爆发，云溪月来不及惨叫，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消散。云岚彻底暴怒，周身元力狂舞，头顶浮现至尊气华血之刀，带着撕裂天地的威能朝着你袭来。两位追云府准帝也催动追云辉月塔，一同围攻你。3大准帝2大至尊气，声势极为浩大，可你却轻蔑一笑，土鸡瓦狗。你身形掠起，一拳砸出，天崩地裂，道纹海洋瞬间被击碎。不等对方反应，你欺身而上，一拳将追云辉月塔击飞。两位准帝被百世的气血翻涌，面对化血至尊刀的劈砍，你不闪不避，你头颅硬汉，长刀被震得倒飞而出。云岚满脸惊骇，终于认出你的体质大成圣体。你冷笑回应，随即追着2大至尊气出手。一番轰击后，你抹去准帝留在其中的神识，将追云辉月塔收入。两位准帝失去至尊气，已然不堪一击，当即转身撕裂虚空逃窜。你不屑一笑，一拳砸向虚空，虚空塌陷。逃窜的两位准帝被全力包裹，神魂彻底湮灭，肉身被你收人人黄翻。云岚见状，彻底失去理智，再度朝着你袭来。你不退反进，一拳砸飞化血至尊刀，一巴掌拍碎他凝聚刀，将他踩在脚下。你慢条斯理地封印他的修为，淡淡开口，本座专治各种不服。云岚拼命挣扎嘶吼，追云夫人凌空跪倒，哀求你放了云岚，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你脚步一顿，看向追云夫人，语气玩味。追云夫人为救夫君，只能点头答应。就在你准备进一步询问时，一旁的苏晨忽然爆发全部修为，遮天境光芒大放，震飞了人皇翻的虚空。遮天门重新有力，他当时就要踏入其中逃离，不好，他要逃！族人大声惊呼，却已来不及。就在此时，追云府一处废墟中爆发神光，苏霓裳冲了出来，朝着苏晨喊道：“晨儿，等等我！”苏晨又惊又喜，以为苏霓裳是来与他一同逃离，连忙伸手去拉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苏霓裳来到他身后，掌心浮现一枚符箓，毫不犹豫地催动，圣人级别的符箓爆发冲天威能。苏晨猝不及防，被打得倒飞而出，冲出了遮天盾的笼罩范围，身形残破，气血翻涌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苏霓裳姐：“你对我出手？”苏霓裳却面无表情，转身跪倒在你面前，好好的说道：“主人，霓裳的任务完成的好不好？”丁，你让苏晨到新崩掠夺天物值20万。你故意抽打苏霓裳，就是为了让他伺机而动。你大手一招，人皇幡中的阴魂锁链再度冲出，将苏晨牢牢缠绕，无数恶鬼复苏，侵蚀他的身躯。苏晨不甘嘶吼，质问苏霓裳，可苏霓裳早已被你彻底折服，眼中只有你一人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苏晨必死，他头顶的天宫血色然后与遮天境交相辉映，你面色一变，正要出手干扰，大地突然震动，追云辉月停下来，一条燃烧着烈焰的触手冲出，朝着你袭击而来，一拳将触手砸断。可就是这一瞬的耽搁，遮天境射出一道仙光，将苏晨笼罩，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锁链之中，出现在遮天境里。炼狱炎魔，速速出手！苏晨的嘶吼响起，大地崩裂，一头浑身缭绕魔火，带着无数触手的准第7重天炼狱炎魔朝着你冲击而来，区区爬虫也敢放肆！你负手而立，张口吐出6字真言，磅礴威能专门镇压魔物。炼狱炎魔瞬间分崩离析，一颗燃烧着火焰的心脏飞入遮天境中。不等你反应，遮天境化作流光冲入遮天门，彻底消失不见。你一拳砸在虚空，却并未找到遮天境的踪迹。你轻声自语：“不愧是气运之子，即便布下天罗地网，依旧让他不过此时掠夺了大量天命值，还解除了苏晨的羽翼。”你转头看向追云夫人，手掌一张，便将她吸到跟前，语气冰冷说：“那炼狱炎魔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你记得原著中，追云辉月塔只是帮苏晨提升修为，从未提及有这样一尊恐怖魔物。我不说，你杀了我吧！追云夫人历经变故，已然萌生死志。你冷笑一声，不说的话，我就先炼化你夫君的神魂。不要！我说。追云夫人连忙阻止，终于松口，要说出其中的秘密。追云辉月塔这尊至尊器能够接引太阴之月的月华洗炼元力，从而让人修为更加精纯，能够突飞猛进。追云夫人没有丝毫隐瞒地讲述起来，但因太阴之月的月华太过阴柔，长期修炼必然要产生影响，对修行不利，所以我追云府的初代府主便以炼狱炎魔的火焰之力中和月华，使得其不影响修行弟子。中和月华，你冷笑一声，那炼狱炎魔的火焰乃是魔火，即便中和了月华，也会有入魔的风险。不错，追云夫人点头承认。所以为了压制这股魔火，初代府主便想了一个办法，那便是以太古真皇的心脏来净化炼狱炎魔的火焰。二者本就是天敌，也正因如此，才能让炼狱炎魔在我追云府地下封印上万年都不曾反噬。太古真皇的心脏，你忽然神色一动，想到之前飞入遮天境的那颗燃烧着火焰的心脏，那之前被苏晨夺走的那颗心脏，就是太古真皇的心脏。正是。追云夫人点头，那太古真皇的心脏早就被我初代府主处理过，按理不应该被别人引动。
可不知道为何苏晨能够引动你没有说话。按道追云夫人怕是不知道苏晨的气运之子身份，其手段岂是常理能够猜测的？说不定他早在进入追云辉月塔之时，就已经和下方的太古真皇心脏产生了共鸣。忽然，你面色一变，陡然想到，最后苏晨君临天下压制你这位准地族长时，身旁就有一位绝色美女追随，而他称呼对方为皇女。难不成那皇女便是从这太古真皇心脏之中重生的强者？你暗自心惊，没想到数百年后的情节居然这么早就开始铺垫。太古真皇号称太古时代10大凶兽之一，一旦成长起来，一人便可抵一族，短短数百年便能成为苏晨必助抗衡准地，天赋堪称妖孽。不对，这里面还有变数。你心头思索，原著中皇女本该是苏晨离开后才被带走，距离现在还有数十年之久，也就是说，对方很可能在追云辉月塔之下吸收炼狱研磨的火焰，成长了数十年。如今因情节变故提前出世，相当于先天不足，未来能否成长到那等地步还未可知。心下稍安，再度看向追云夫人，还有什么补充吗？没有了。追云夫人颤抖着摇头。周族长，妾身恳求你放我追云府一马。如今追云府已然重创，绝对不会给周族造成任何麻烦的。放心，本座不会对追云府动手的。你的话语让追云夫人眼中闪过希望，可紧接着的话却让她如坠冰火。但你要跟本座走。追云夫人刚想反驳，看着满目疮痍的追云府和奄奄一息的夫君，最终咬着银牙屈辱点头好，还请周族长说话算话。放心，本座向来如此。你言罢，大手一抓，将追云夫人抓起，身形一闪，便落在一艘战船之上。一声令下，战船遁入虚空。但追云夫人不知，除了你这一艘战船，其他周族战船并未离开，人黄帆也依旧留在原地。战船消失后，苍穹之上的阴云越发浓郁，所有周族战船发出尖锐破空声，朝着追云府下方冲去。你心中清楚，追云府的准地尸骸神魂以及无数年积累的底蕴，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。被封印的云岚怒吼着想要反抗，却被人黄帆外的红尘女帝以阴魂锁链洞穿躯体，试图拉扯出她的神魂。虽因红尘女帝无法完全发挥人黄帆威能而出现短暂僵持，但虚空很快开裂，一卷璀璨金光的铁卷伸出，强大的地冰威能瞬间。怎么还有地冰？云岚不甘惨叫，只见铁卷下方，浩然院主古云面色漠然地站在那里。云岚这才明白，你之所以走得干脆，并非仁慈，而是早有后手。古云推动地冰抹杀云岚意识，将其神魂拉入人黄帆。随后红尘女帝告知他，灭了追云府后，浩然书院可得3成资源。古云当即狂喜应下。战船之上，你一脸戏谑地对追云夫人摊手，看吧，本座说不动手就绝不动手。待事情了结，你来到战船疗伤之地，看到正在疗伤的二儿子周峰，抬手便是一巴掌将其扇得口吐鲜血。你可知错？你语气淡漠。周峰连忙磕头认错，可话未说完，又被你一巴掌打断。愚蠢！你冷声道，你错在不够强大。若你足够强，岂能被一个刚突破天宫境一重的修士打成这番模样？你这等实力，有什么资格参加下一次的万族秘境？从今日起，尽足的反省，想清楚了再出来见我。你转身离去，心中清楚，方才的责罚不过是在周峰心头埋下仇恨的种子，只有这份仇恨，才能支撑他3年内突飞猛进，继而在3年后的万族秘境中吸引苏晨现身。那是你所知的苏晨唯一一定会前往的机缘之地。如今苏晨凭遮天境屏蔽天机，根本无法寻找，且遮天境屡次助其逃脱，必须想办法遏制。你感应到人黄帆归来，便前往密室见红尘女帝，开门见山询问克制遮天境的办法。红尘女帝沉吟片刻，说到办法有2：其一，突破大地境界，以自身之道压制遮天境，可干扰其施展遮天门，甚至追踪逃窜的苏晨；其2，将人黄帆晋升仙气，届时阴魂锁链化为仙魂锁链，便可困住遮天境。你暗自无语，大地境界10万年难出一尊，显然不切实际，便追问最终仙气方法。红尘女帝答道：大道仙魂祭炼，6魂归一，历经仙劫方可晋升，不过无需仙人魂魄，可用完整的地魂替代。而寿元无多自斩境界的至尊，其魂完整且拥有大道，正好符合要求。你眼前一亮，至尊虽强大，但你知晓原著很多潜藏在生命禁区。玄黄大世界有5大生命禁区，其中距离最近的便是九幽海，传闻其自成一界，入口在东土与中州交界，凶险异常。且苏晨曾在此获得秘术，你当即决定前往九幽海，既寻找至尊魂让人黄帆晋升，也切断苏晨未来的机缘，一举两得。你让红尘女帝随你同行，待她钻入人黄帆后，你便给族中长老留下消息，独自动身赶路。身为准地9重天，挑战团，不过1天便跨越300万里，来到东土边界，距离九幽海1你从虚空乱流中踏出，心中忽然生出一股心血来潮之感应。你如今的修为，能让你心绪波动的事情极少，这大概率是一种预知感应。你扩散神念，在方圆万里内搜寻，排除了半部大能大圣圣人王等修士，最终在一处繁华街道的尽头找到了感应的源头。街道尽头，一道身披粗陋长裙、脸罩黑纱的少女正趴在地上，周围百姓对她指指点点，肆意谩骂，称其为灾星妖星，甚至有人投掷杂物。你身形一闪，来到少女面前，在有人扯掉她面纱的瞬间，看清了她右脸那道狰狞的黑色纹路，同时打开系统扫描，基幽影境界脱胎近5重命格，金色当前拥有天命值28万。基幽影，九幽女帝，你瞳孔一缩，再也无法保持淡定。你知晓，基幽影是仅次于苏晨的气运之女，本是大前皇朝公主，因后宫争宠被废修为逐出皇城，后觉醒体质，成长为杀伐果断的九幽女帝，成为苏晨成帝路上的对手。最终2人惺惺相惜。如今她天命值不高，显然尚未觉醒体质，正处于人生低谷。你心中生出一计，培养基幽影这尊气运之女，让她成为苏晨在万族秘境中的对手。或
或许能借此斩杀苏晨。你一步踏出，出现在姬幽影面前，轻声问道：“想报仇吗？”姬幽影娇躯一颤，抬头望去，发现周围百姓依旧对他指指点点，却是你为无物。鬼使神差的脱口而出想：“很好。”你微微一笑，抬手一挥，便带着姬幽影凭空消失。而就在你们消失的瞬间，一尊神乔境护卫现身，神念疯狂搜寻，却一无所获。皇宫之内，九公主姬清月得知姬幽影失踪，怒斥护卫，下令全力搜捕，甚至拿出皇帝赐予的兵符，势必要找到姬幽影。而他的寝殿内，被姬清月所救化名陈素的苏晨，正温柔地安慰着他。大前皇都千里之外，开辟的洞府中，你屈指一弹，一枚丹药送入姬幽影口中，修复了他断掉的经脉和废掉的修为。姬幽影连忙跪倒叩谢。你再度问道：“想报仇吗？”想，做梦都想。姬幽影握紧双手，眼中满是仇恨。你抬手一挥，太古明岩枪和太古明岩铠浮现而出，强大的气息让姬幽影震惊不已。本座给你2个选择：其本座送你一场造化，配上这套装备，你自行去报仇；其二，本座出手帮你报仇，但你要追随本座。姬幽影沉默片刻，询问第二种选择的具体要求。你直言无需多问，只需决定即可。师尊，你知晓。他脸上的纹路并非妖异，而是未激活的九幽冥皇血脉。一旦觉醒，容颜将绝美无双，实力也会暴涨。你抬手拿出一枚漆黑的九幽燃命丹，此丹可激发你的血脉，但若失败，你将寿元枯竭而死。你愿意一试吗？幽影愿意。姬幽影没有丝毫犹豫，接过丹药服下。片刻后，他脸上浮现痛苦之色，周身燃起幽冥般的黑色火。气息开始疯狂攀升，半个时辰后，一道嘹亮的凤鸣之声响起，一只通体漆黑、燃烧着黑火的黄鸟虚影浮现，正是九幽冥皇血脉觉醒的征兆。黑火尽数涌入姬幽影体内，他的寿元恢复，修为从脱胎劲武虫一路飙升至神乔劲武虫，方才稳固下来。他悬浮半空，身躯蜕变，容颜绝美，冷傲动人。你抬手一挥，太古明岩套装飞向他，将其身躯包裹。姬幽影睁开双眼，持枪一刺，便将远处千丈山峰化为虚无，眼中满是喜色。多谢前辈。姬幽影单膝跪地，你看着他，淡淡道：“看你的神色，是打算自己出手报仇吧？去吧。”姬幽影满心感激，再度叩拜后，踏着黑火离去。待他消失，你脸上露出胸有成竹的笑容。你深知姬幽影心智坚韧，不易收服，便故意放他回去碰壁。大前皇朝有大圣和圣人坐镇，其修炼的黄道与九幽之道背道而驰，且皇室为了颜面，绝不可能容忍他在皇城复仇。届时他陷入绝望，你再出手，便能彻底收服他。你身形一闪，来到大前皇城上空，远远便看到一道黑色流光夹杂着凤鸣之声，朝着皇城急速掠来。正是姬幽影，你驻足观望，看他如何复仇。姬幽影径直冲入皇城，目标直指姬清月的寝宫。刚到皇城上空，便有2尊神乔境9重护卫冲天而起，被他一枪逼退。姬清月，快出来受死！他的声音响彻皇城。正在与苏晨相处的姬清月面色一变，假意柔声道别后，踏出寝宫，看到姬幽影的瞬间，吓得呆愣在原地。就在姬幽影的长枪即将刺中姬清月之际，一根干瘦的手指突然出现，稳稳夹住了枪尖。一尊身穿宦官服饰的老太监站在姬清月身前，拦下了所有攻击。尖锐的声音响起：“八公主，这里是9公主的寝宫，不是你乱来的地方。”姬清月回过神，厉声下令抓捕姬幽影。护卫们蜂拥而上，却被姬幽影一枪扫中。他运转血脉神通，周身黑火升腾，化作一石色银黄，融入长枪之中，刺向姬清月。老太监面色一沉，掌心凝聚火焰，化作火海。姬幽影被震落在地，老太监掌心也留下了黑炎腐蚀的痕迹。老太监转头对姬清月躬身，暗中做了个斩灭的手势，低声道：“9公主，8公主的血脉非同小可，此子断不可留。”